解放军终于要行动了，大面积围台军事演习已经开始。为何说我国统一局势已经为时不晚？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近期以来，美国为了能够遏制我国的发展，可谓是费尽了心思。美国政府知道，如果我国进入统一阶段，发展的脚步肯定会更加迅捷，到那个时候就可能没有能力来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因此，他们对台海地区的干涉也是从不间断，为的就是让台当局误判眼前形势，误以为美国会为他们撑腰。但是美国似乎还不明白，这已经践踏了我国最基本的底线。解放军统一决心是坚不可破的。我们一再的劝阻美国立即停止干涉中国的家内事，但美国就是不听劝阻，数次的警告都无果。所以解放军现在的态度已经变了。据相关媒体消息报道介绍称，近日我国海事局发出通告，东海特定海域已开始实际使用武器训练，无关船只禁止驶入。随后，海事局还发出了浙江台州附近特定海域开始进行军事演习，以及黄海北部也要开始进行相关军事演习，所有无关船只禁止驶入的通告。除此之外，据央广军事相关消息报道称，我军73集团军某2栖重型部队在闽南地区集结后，在一些沿海地区开展了实战化军事演练。而值得注意的是，演习的地点距台沿海地区的距离超不过250公里，所以说演习的目标明眼人自然都能看出来。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一再的警告美国和台当局都没有放在心上，抗议也好，不满也罢，这绝不是美国用来试探和得寸进尺的碳水器，它是解放军以实力为后盾，准备随时亮剑的前奏。我们一再的劝阻，美方非但没有知难而退，反而是蹬鼻子上脸。所以说，解放军现在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是时候改变战略了。只有武力统一才是正确的方式。我们明白了，无论是美国还是台当局，他们是不可能听得懂劝说政策，所以应该学习借鉴一下俄罗斯的解决方式，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了什么样的语言才是美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过去的中国一向保持着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遇到的问题。我们一再的强调，台海问题是我国最基本的底线，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能触碰。但是美国军机4天内2次落台的行为极为可耻，这样的行为已经彻底激怒了中国14亿人民，已经彻底激怒了解放军。所以我们是时候应该主动出击了。我们的军队不会害怕与任何强敌作战，正如罗元少将所言，中国已经变强大了，中国是不好惹的，也是惹不起的，惹翻了是不好收场的。为何说中国承诺不率先使用核武器？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日本是否已成为中美核战争的关键导火索呢？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近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在全球的地位，看到中国的发展迅速之后，就开始恶意的干扰中国的发展。其中打台海牌也是美国习惯使用的招数，因为拜登认为只有遏制住中国的发展，才能够顺利压制中国，进而保证自己的地位。而干扰中国内政也是遏制中国前进的有效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也跟随美国的脚步，对台海地区进行了干涉，还一度扬言联合美国进行保台。对此，美国一些学者也有了看法。据环球时报援引俄罗斯相关媒体报道，近日俄罗斯网站近日刊登了一篇美国联合国前武器核查员斯科特撰写的文章。斯科特在文章中写道，日本或将成为中美核战的导火索。日本近期以来跟随美国的脚步，不断干扰中国。副首相麻生太郎在前一阵妄言中美应该联合保台，这一说法很偏激，因为大陆一再表示干涉台海就是在践踏底线，麻生太郎却还在试图挑战底线，这并不理智。中国在互联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那就是中方已经承诺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但是也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对日本除外。众所周知，日本还欠着中国的血债，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却还胆大妄为，公然干涉台海问题，这样的做法很可能将流传的说法变成现实。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方就可能会认为使用核武器就能有效抑制日本的野心。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从美国一些反应中可以看出，美国也在害怕会被中国拖下水，连累到自己。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的强大，也知道和中国硬碰硬只会两败俱伤，所以美国的一些行为可能是在试探，他们并不想发生战争。而台海牌也是美国一种想遏制中国发展的策略。如果真到解放军发怒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放弃这项战略，但是这中间掺杂了日本的挑衅，就使整个事件变得火药味十足。美国也明白中国对日本本来就有仇恨，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就只是想遏制住中国的发展，但是有了日本的加入，就很有可能成为核武器的导火索。如今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现在的中国不再是100年前的中国，现在的美国也不再是100年前的美国。东方巨龙已经苏醒，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日本岛国敢随便挑衅的？如果继续挑战解放军的耐心，那要面临的必定是迎头一棒。就网络黑客问题，美国纠集盟友对中国再祭杀招，不料赵立坚雷霆发声，令美国心虚了。
中国必须反被动为主动。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日，美国纠集英国、新西兰等部分国家及欧盟、北约发表声明，指责中方发动网络攻击。与此同时，美国以所谓的网络窃密为由，起诉4名中方人员。这段时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接连从各个方面与中国作对，导致中国多个区域局势紧张不说，现如今竟然还在网络黑客问题上朝着中国开枪。值得一提，据新西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际观察人士指出，新西兰这次表态的立场出乎意外的坚定。新西兰政府通信安全局事务部长利特尔在日前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 GCSB 确认中国政府支持的组织应该对2021年初发生在新西兰的利用微软邮件系统漏洞的事件负责，并要求中国采取行动。在此次声明中，新西兰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向中国和新西兰的盟友发出一个明确信号，即新西兰可以在愿意的时候随时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有趣的是，这是新西兰自己的声明，并不是与一个和多个合作伙伴的联合发表的声明。例如，新西兰的声明是以事务部长利特尔的名义发布的，英国的声明则是以外交大臣的名义发布。借着网络黑客问题攻击中国，不难看出是美欧除军事、人权以外，对中国祭出的又一个杀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正在抱团指责中国。可以说，这样的举动不仅不会吓唬住中国，反而会激起中国人民更大的反应。对此，中方雷霆发声。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美国纠集盟友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无端的指责，此举实属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这种出于政治目的的打压和抹黑，中方绝对不接受。网络空间虚拟性强，行为体多样，在调查时应该有完整充分的证据，而美国方面发布的所谓技术上的细节根本不足以构成完整的证据。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网络攻击来源国。赵立坚指出，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位于境外的5.2万个计算机恶意程序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将近531万台主机。就控制中国境内主机的数量来看，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国列入前3位。不仅如此，美国的窃听对象不只包括竞争对手，还包括自身盟友。就这，美国凭什么对中国网络攻击捕风捉影？中国好说话不代表好欺负，奉劝美国不要做无谓的抗争，抹黑他洗白不了自己，想借中国泼脏水的方式洗白，想都不要想。话说回来，中国接连受到西方的针对，也是时候反被动为主动了，不能再只是一味的防守，必要的时候必须主动痛击对手，不然像这样的事情将持续发生。